叶晨带着宋如玉来到酒店房间的门前，刚要开门进去，走廊最深处总统套房的房门忽然打开，塔瓦纳走出来，看到叶晨，惊喜地说：“叶先生，我正要找您。”说完，又看见叶晨身边一身黑衣的宋如玉，瞬间被这女人身上独有的气质所吸引，惊为天人。而他也想不通，叶晨为什么大晚上带一个女人回房间？难道是婚外恋出轨，或者是从哪里找来的妓女？倒是叶晨一脸淡然地说：“来，塔瓦纳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宋小姐，我的助理。”宋如玉欣喜不已地看着塔瓦纳，客气地说：“斯维特小姐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”塔瓦纳同样客气地点点头，走过来与宋如玉握了握手，道：“宋小姐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说话时，他心里极是疑惑，叶晨给自己当风水总监本来就是个噱头而已，又不是真的干活，怎么还带助理？叶晨倒没想跟他过多解释，而是打开房门，对宋如玉说：“宋小姐，穿过客厅左手边的套房是给你留的，你先进去吧。”宋如玉恭敬地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叶先生。”说完，又对塔瓦纳说：“斯维特小姐，我先进去了，你有事的话就跟叶先生慢慢谈。”听叶晨说把其中一个套房留给宋如玉，塔瓦纳这才相信两人应该没有什么过分的关系，否则以叶晨的性格，真有点什么也不可能虚伪的在自己面前演戏。叶晨带宋如玉进去之后，才问斯维特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“啊，是也不是。”塔瓦纳一下有些紧张，他找叶晨确实没什么事，无非就是觉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，找叶晨聊聊天，增进一下感情。叶晨疑惑问道：“那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？”塔瓦纳尴尬地看着脚尖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倒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感觉有点失眠，想找叶先生一起喝2杯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可以啊，那就到屋里喝2杯。”“真的啊？”塔瓦纳有些欣喜，赶紧问：“不会打扰叶先生休息吧？”叶晨摆手说：“不会，进来吧。”刚好叫上宋小姐一起喝2杯，她舟车劳顿，估计也需要喝一点。说着，叶晨已经推开房门，邀请塔瓦纳进来。塔瓦纳本想跟叶晨两人喝点儿，没想到叶晨这里还多了个客人。不过见叶晨这么坦然，他觉得无论自己还是那个宋小姐，在叶晨眼里应该都一样，没什么特别。于是他跟着叶晨进了房间，叶晨邀请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随后便来到一侧的小吧台，这里面有酒店预备的许多酒水。叶晨问塔瓦纳想喝点什么？红酒吧，塔瓦纳脱口而出。叶晨点点头，取出一瓶红酒打开，对塔瓦纳说：“我还是喜欢喝华夏的白酒。”说着，从吧台里取出一瓶精品茅台，随后他用正常音量开口说：“宋小姐一起出来喝2杯吧。”塔瓦纳笑道：“叶先生，您说话声音这么小，宋小姐应该听不到吧？这酒店的墙壁和房门隔音都非常好。”正说着，一侧卧室的房门被推开，宋如玉走出来，羞答答地说：“叶先生，我还不曾喝过酒。”叶晨惊讶地问：“长这么大没喝过酒？”宋如玉拘谨地点点头，惭愧地说：“家父一直说，酒会干扰人的思维和判断，影响修。”宋如玉本想说影响修行，但一想塔瓦纳也在这里，自然不能说得直白。叶晨 get 到了他的意思，微笑道：“有些时候，酒确实像你说的那样，会给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，但有些时候，它也能让人放松愉悦，甚至灵感爆发。有些心理上的倦怠，靠生理上的息是很难缓解的，但如果小酌几杯，就会迎刃而解。”说着，他倒了1杯红酒，2杯白酒。红酒递给塔瓦纳，白酒则递了1杯给宋如玉，微笑道：“酒精也是一种能量，只是相对于你来说，这种能量微乎其微。不过你不要刻意对抗它，试着放任它在体内。”第一次见宋如玉，叶晨就知道，这个女人根本就没体会过正常的人生，内心冷酷，杀人如麻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几乎就是从小培养的专职杀手。而且
宋家还给他赋予了沉重的家庭负担，寄希望于他能够让宋家飞黄腾达。从小被这么培养教育，宋如玉的七情六欲是严重缺失的。她现在虽然归顺自己，但如果一直还是这种缺乏自我的状态，那对自己来说也不过就是得到了一台别人训练出来的杀人机器。叶晨从不需要任何人替自己杀人，他只需要志同道合的战友。他有心打破宋如玉一直以来的心理约束与桎梏，于是他端起自己手中的酒杯，向两人晃了晃，微笑道：“两位先干为敬。”说罢，他便将整杯酒喝入腹中。塔瓦纳喝了一口红酒，这红酒入口比不上自己平时喝的那些顶尖红酒，但他还是学着叶晨一言而尽。宋如玉闻着浓烈的酱香味道，稍稍迟疑片刻，还是将整杯酒都喝下了肚。因为自小修炼的缘故，他对各种形式的能量有着非常清晰的感知和把控。白酒一入腹中，他忍住了辛辣刺激的味觉，但身体却一下子变得十分警惕，因为在白酒之中蕴含着一股与自己相互对抗的能量。酒精某种程度上和毒药没什么区别，酒精的能量在于麻醉甚至摧毁一个人的神经与意识，而毒药的能量在于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酒刚下肚，宋如玉就本能有了一种中毒的感觉，下意识就想要用灵气将酒精全部封锁并逼出体外。可他很快又想到叶晨让自己不要试图刻意对抗，于是他控制住对抗的冲动，尽可能放任酒精在体内游走。很快，酒精便随着血液抵达神经中枢，因为没有任何干扰，这让他有了几分微醺的感觉。也是这一刻，他意识到酒精似乎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邪恶，威胁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而那种微醺的感觉让他逐渐适应，并感觉到一丝神奇。叶晨见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便又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，说道：“有的时候，人的突然感悟来自各种机缘巧合，你可以学习一下酒精是如何在体内发生作用的，说不定对你的领悟还有帮助。”